今天我们来聊聊人类永恒的两大渴望：性欲和物质欲。午夜时分，你是否曾经拿着手机，明知道该睡了，却还是忍不住刷着购物网站，眼看着购物车里的商品越加越多？或者某些时候，你发现自己被强烈的生理冲动所左右，明知不该却难以克制。这些场景听起来很熟悉吧？欲望无处不在，如影随形地影响着我们的行动和情绪。它有时像推动我们前进的燃料，让我们去追求爱情、成功与美好生活，但它有时又像个撒娇又难缠的小怪兽，不断在耳边低语，再多一点就再多一点。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问过自己，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渴望拿到想要的东西后，为何快乐转瞬即逝，随之而来的是更强烈的下一个欲念？难道我们注定要永远被这些无止境的性欲和物质欲牵着走吗？还是说，其实有办法能够降低这些欲望的强度，让我们活得更自在？今天就让我们用轻松有趣的方式，一起来揭开欲望的神秘面纱，从心理学、生理机制、文化背景、个人习惯等角度，一点一滴拼凑线索，解开如何降低欲望的谜题。故事才正要开始，我们准备好了吗？那么就让我们从头说起吧。想象一下远古时代的某个夜晚，我们的祖先正蜷缩在火堆旁，肚子咕噜叫时，他产生了对食物的渴望。眼见隔壁部落的伴侣相互依偎，他体内也升起了繁衍后代的性欲。在那个充满危机的年代，欲望其实是求生的利器，饥饿感驱使他们狩猎采集，性冲动确保了族群繁衍。可以说，渴望早已深深刻在我们的基因里。随着时代演进，人类不再只是为了活下去而满足基本欲求，我们开始筑起文明，有了农耕和社会分工，食物和安全逐渐不成问题。但奇怪的是，那些原始的欲望并没有就此消失，反而找到了新出路，转化为对享乐、权力、财富等等的追求。换句话说，古老的大脑奖励机制仍在运转，只是如今猎物变成了信用卡能买到的物品，交配的对象可能变成了荧幕上的影像或社交网络中的陌生人。为什么我们总是欲求不满？从演化的角度来看，那些对资源和伴侣永不满足的个体，或许在远古更容易生存并传下基因，因为在充满不确定的环境里，下一餐还没着落时，从不嫌食物多，族群壮大需要更多子嗣，对性从不厌倦。然而在现代，这股不知足的驱动力却让我们仿佛踏上一台永无终点的欲望跑步机，双腿不停奔跑，却永远到不了终点。简而言之，我们体内的欲望引擎从旧石器时代一路开到资讯时代，马力越来越强。但如果欲望是油门，我们的理智却常常跟不上当刹车，结果就是冲过头，撞上了烦恼的高墙。要想平顺下来，我们得先弄清这辆车的构造和路况，也就是搞懂我们大脑和心理中欲望是怎么在暗中发挥作用的。人类的大脑里藏着一座奖励机制工厂，专门处理欲望这门生意。当我们达成一个目标，或者得到渴望已久的事物时，脑中会释放一种叫做多巴胺的化学物质，就像颁发一枚快乐勋章，我们感到愉悦、满足，仿佛被奖励了一样。这套机制本意是好的，它让远古的人类在吃到甜美果实或完成繁殖后感到快乐，从而记住这件事很棒，下次要再来一次。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在于快感稍纵即逝。科学家发现我们的大脑其实有点健忘，快感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往往只记住了追逐快感的兴奋，却忘了满足感消退的有多迅速。有一个有趣的实验恰好印证了这点。研究者让猴子学会按灯拿到果汁喝。刚开始，果汁入口时，猴子的多巴胺水平猛涨，但经过多次训练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灯亮起，预示果汁快来时，猴子的多巴胺激增，达到高峰，而真正喝到果汁那一刻，反而分泌较少。换成人话就是，期待本身带来的刺激，竟比实际获得还强烈。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我们很多时候想象拥有某样东西时充满憧憬，一旦真的到手，新鲜感却倏地消散，心里空落落，又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这就是心理学上的享乐适应现象。一旦习惯了某种满足，我们的快乐基准线又归零，于是不得不继续追逐更多。此外，
欲望有时还充当着内心空虚的补药。当我们感到寂寞、焦虑或压抑时，很容易拿及时的感官享受来麻痹自己。一些人透过无节制的性行为寻求情感安慰，另一些人则靠买暂时忘却烦恼。然而，情绪的黑洞并不会被物质或肉体真正填满，反而可能越填越空虚。这种恶性循环让欲望成了一种情绪止痛药，短暂见效，过后痛楚依旧在。更妙的是，大脑这家伙还学会了制造联想。当环境中出现与快感相关的线索时，欲望就会自动跳出来撒娇。例如，一下班就瘫在沙发上刷社群，你的大脑可能已把沙发加晚上加手机这些刺激跟放纵欲望联系起来了。又或者闻到一种熟悉的香水味，就联想到浪漫亲密的场景，性冲动随之而来。不知不觉中，我们的欲望被各种触发线索牵动，每一次重复都强化了连结。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大脑很善于走捷径，一旦某个行为带来过愉快，下一次只要类似情境出现，我们就会自动产生渴望。正所谓勾起欲望，久而久之，欲望变成了一种习惯，想控制都觉得难上加难。搞清楚了内在心理和生理的游戏规则后，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外部世界，是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在不断给我们的欲望加温添柴呢？欲望不仅藏在我们的脑海里，也流淌在我们社会的血液中。随着文明发展，我们建构出丰饶的物质世界，但也营造出一个煽风点火欲望的文化氛围。回想几十年前，人们的生活讲求简朴，东西坏了修一修接着用，娱乐节目也相对保守克制。而今呢，走在街头，到处是巨大的广告看板，上面可能是衣着火辣的模特，旁边写着你值得拥有。打开电视或手机，明星网红们展示着光鲜亮丽的生活，一颗最新款的手机，一双限量球鞋，都在不停诱惑着我们伸出钱包。在这股文化洪流中，物质欲望被塑造成成功和幸福的象征。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买得起好东西就是有本事，房子、车子、票子越多越风光。社交媒体更让这种盲目攀比如虎添翼，朋友晒旅游照，我们心痒痒也想飞一趟。同学炫新手机，自己手里旧机瞬间不香了。久而久之，我们习惯用别人的生活标准来衡量自己，仿佛拥有的不够多，就跟不上时代的脚步。这种错失恐惧症 FOMO 在现代社会比比皆是，每个人都怕自己少了什么，落后了他人。然而，一味纵容物欲也带来不少负面后果。个人层面，很多人背负卡债，因攀比而焦虑不安；社会层面，我们制造了越来越多的浪费与环境压力。另一边，性欲望同样被现代文化推波助澜。传统文化中，谈性色变或对性课题三缄其口的现象已逐渐淡去。如今的媒体与互联网充斥着性感图像、浪漫剧情，各种交友 App 让潜在的亲密关系垂手可得。性不再是禁忌话题，反而成了营销产品的利器。毕竟，性本身就吸引眼球，广告商深谙此道，从香水、汽车广告到食物宣传，都习惯性地加入暗示性的元素，引发人们潜意识里的渴望。结果就是，我们一方面享受着开放风气带来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大脑却也受到过度刺激，性欲的火苗被频繁撩拨得旺盛无比。文化如水，日夜浸润着我们的价值观。其实这种欲望满溢反成负担的故事自古有之。古希腊传说中，国王弥达斯向神祇祈求点石成金的能力。起初他因获得无穷财富而欣喜若狂，但当连食物和亲人都变成黄金无法享用时，他才痛悔自己的贪念。这个神话正是对物质欲望贪得无厌的警示。值得庆幸的是，历史上不同文化其实早已提供了解药。例如2000多年前的佛陀便指出欲望带来痛苦，他倡导四圣谛与八正道，教导人们减少执着，放下贪欲。中国古代哲人老子也留下名言，少思寡欲，意思是减少私心和欲望，就能心灵平和无忧无虑。就连西方哲学家叔本华也感叹过，欲望就像海水，喝得越多越是口渴。可见无论东西方智慧都意识到无节制的欲望终将反噬幸福。然而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巨轮下，这些清心寡欲的理念显得如此逆潮流。我们每天都被鼓励着
多多益善，利己行乐，想抵挡都难。了解这层文化背景，有助于我们意识到很多欲望其实是外在塑造出来的，并非我们内心真正的需要。了解了社会洪流如何塑造欲望，别忘了个人的习惯也可能是助纣为虐的一环。我们再来看看每天的生活细节中，欲望又是如何被饲养长大的。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发现，我们身处的环境和文化塑造了欲望，但个人习惯同样扮演关键角色。许多时候，我们的一些小习惯正在不知不觉中喂养着欲望这只小怪兽。举个例子，晚饭后习惯性的划开购物 App， 浏览特价，如果天天如此，那颗买点什么的念头就会养成自然反射，无聊时自动跳出来报到。同理，有些人一感到压力或情绪低落，就立刻转向网购、暴食甚至色情内容寻求安慰。长期下来，大脑便把情绪不好等于给我刺激，这条路径越走越深。欲望与习惯往往交织强化，每次你顺从欲望行动，比如又一次深夜点下了不买不舒服的结账键，大脑就记上一笔，这招有效，爽了一下。下回面对相似情境，它会更快地发出欲望信号，怂恿你再来一次。日复一日，欲望与行动的连结变得牢不可破。而反过来说，如果你每次都能成功忍住不去满足那瞬间的冲动，久而久之，大脑也会学习到这条路行不通，欲望的力量才可能慢慢减弱。我们的生活环境也许正充当欲望的温床，房间里堆满了以前冲动购买的杂物，它们时时提醒着你曾经的购物快感。手机里的 App 不停推送精准广告，好像在读心术般推荐你正想要的东西。再加上一键购物的便利和及时满足的文化，仿佛给了欲望插上翅膀，加速我们冲动行事。社交媒体的推荐算法更是喜欢喂给你过去爱看的内容。看过几支性感舞蹈影片，接下来你的时间轴恐怕会出现更多相似影片，一不留神就陷入无止境的感官刺激。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习惯和环境因素，日积月累就铸成了一座牢笼，把我们和欲望牢牢锁在一起。幸运的是，习惯也是可以重塑的，就像坏习惯会饲养欲望，好习惯则能削弱它。我们可以刻意改变一些日常惯例，来打破欲望的自动循环。例如，把睡前滑手机的习惯换成看书或冥想，把容易让你冲动购物的 App 从首页移走，甚至暂时卸载，固定每周安排运动和社交活动，避免把无聊时间留给不必要的欲望。有意识地调整环境，比如收拾干净房间，把引诱你的物品藏起来，减少那些让你忍不住的视觉提示。养成记录与反思的习惯也有帮助，每天花几分钟写下今天出现了哪些欲望，自己是如何回应的。如此一来，隐形的欲望触发点将逐渐浮现，你便能更有针对性地改变相关习惯。总之，欲望就像一只贪吃的怪兽，你喂它，它就长得更大；你晾着它不理，它才会渐渐消停下来。了解了欲望的成因和运作机制后，问题的关键来了，我们可以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来降低过度的性欲和物质欲望，找回生活的主导权？别担心，方法并非高深莫测，其实很多都是日常生活中可以尝试的小改变。以下我们总结出几个实用的方向，帮助大家一步步摆脱欲望的束缚。1. 培养正念，观察欲望，学会做自己内心的旁观者。当欲望涌现时，不急着批判或立刻行动，而是先深呼吸几下，静静观察这股渴望如何影响你的身体感觉和情绪。这就是所谓的正念 mindfulness 技巧，能训练我们与欲望保持一点距离，而不被它牵着走。比如，下次感到强烈购物冲动时，暂停5分钟，看看这股冲动是否会像浪潮一样逐渐减退。若一时春心荡漾，试着留意呼吸和心跳的变化，认知到，欲望来了，仅仅标记它，而不立刻付诸行动。这种自我觉察的练习，能让我们发现，原来欲望只是一时的念头，把持住不去满足，它也就慢慢退场了。2. 调整心态，知足常乐。现代人常觉得手上的不够好，别人的才漂亮，这其实是一种心理陷阱。我们可以刻意练习感恩和满足，来对抗无止境的物质欲望。每天花点时间想想自己拥有的好处，例如健康的身体、爱你的家人朋友、已有的衣食住行，
当一股购物冲动来袭时，问问自己，我拥有的还不够吗？这件东西是需要还是想要？许多研究指出，懂得感恩的人更不容易陷入物质主义的泥淖，因为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已有的幸福上。知足并非不思进取，而是让我们不再被别人的标准绑架，找回对自身生活价值的认同。此外，尝试采用极简主义的观念，用更少的物品换取更高的生活品质，让生活重心回归体验而非占有。3. 减少刺激源，远离诱因。想降低欲望，最直接的方法之一就是断绝火上浇油的来源。如果你发现自己总是看到某些画面就性欲难耐，那就尽量避免让自己置身那种场景。例如，减少随意浏览成人网站或挑逗性内容，必要时可以安装网络过滤软件助一臂之力。同样地，若你忍不住购物，上网时就避开那些让你欲火焚身的购物平台和折扣资讯，取关那些专门晒奢华生活方式的账号，取消电子商城的促销简讯和通知，把容易让你一刷就买的应用程式从手机首页拿掉。别忘了，环境影响力巨大，远离诱惑的环境，欲望自然比较不会突然袭击。4. 以静制动，培养替代习惯。当一种欲望被抑制时，最好找到另一种健康的替代来填补空白，否则空下来的时间和精力很容易又溜回旧习惯里去。例如，想减少性冲动，不妨投入运动、艺术创作、学习新技能等需要专注力的活动，把精力转移到有建设性的事情上。若有伴侣，也可以将重心放在情感交流与陪伴上，而不只是追求肉体上的满足，培养更深层的亲密感。运动不仅消耗体力，平衡荷尔蒙，还能刺激脑内啡让人愉悦，堪称天然的减欲良方。培养一项兴趣爱好，则让你在成就感中获得满足，不再老惦记那些感官刺激。对抗物质欲望也是一样，把周末逛商场的行程改成郊游，或与朋友聚会，以体验经验取代购物冲动。家里东西太多，就试试极简、断舍离或捐赠，多余物品送给需要的人。过程中你会发现少一点其实很轻盈。5. 订立规则，延迟满足。给自己设定一些小规矩，可以防止欲望说来就来，说要就要。我们的大脑虽然贪心，却也能被教导等待的艺术。比如，对于购物，可以采用30天清单法，先把想买的东西记在清单上，告诉自己过1个月后如果还想要再买。这段等待期间，通常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没那么必要，欲望的泡泡自己就破了。对于性方面的冲动，也可以练习延迟满足，如约定每次感到难耐时，先转移注意力做10几分钟其他事，散步、洗冷水脸、做几组俯卧撑都好。通常生理的冲动会随着时间缓解，不至于立刻吞噬理智。延迟欲望的满足，一方面是在训练自制力，另一方面也是让自己确认这真的那么重要吗？往往耐心等待一下，就会有不同的答案。这就像心理学中著名的棉花糖测试，那些能忍住不立即吃掉糖果的孩子，长大后往往更成功、更快乐。学会延迟满足，正是培养长远幸福感的关键一课。6. 寻求支持，不孤军奋战。减少欲望的路上，你不需要独自一人苦撑，找到值得信赖的支持系统非常重要。这可能是你的伴侣、朋友，向他们坦诚你的目标，比如想控制某种冲动，请他们给予监督和鼓励。有伴一起，犯错的机会也会减少。网络上也有许多社群和团体，专门互相扶持克服欲望成瘾的行为。例如，有些人参加戒色或者理财存钱的论坛，每天打卡交流心得，从别人的经验中找到力量。如果情况比较严重，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不要犹豫寻求专业协助。心理咨商师或治疗师受过专业训练，能帮助你找到深层原因，提供系统性的调试方法。有时候，适度的药物治疗，如降低性冲动的药物，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也可能有帮助。重点是，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善用外界的资源，成功几率会大大提升。7. 培养意义感，重塑生活重心。有时候，欲望猖獗，是因为我们缺乏更重要的事情来占据心灵的版图。如果生活中有一个明确的使命或热情所在，我们自然就不容易被零碎的欲望牵着走。
试着问问自己，有哪些事情是你发自内心热爱，并且对他人有益的？也许是艺术创作、慈善置业、某项专业的深耕，或任何能给你带来成就感和意义的目标。当一个人全心投入在这些价值更高的追求中时，物质的比较和感官的诱惑相形之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建立自己的人生愿景和价值观会成为抵御过度欲望最坚实的盾牌。走到这里，我们仿佛破解了一场环环相扣的迷局，了解了欲望从原始本能而来，如何在心理上令我们上瘾，怎样被文化社会放大，并通过习惯深植于日常。最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与欲望相处的新思路。减少性欲和物质欲望，并不意味着要把生命中所有乐趣一刀切掉，也不等同于压抑自己正常的需求，而是透过节制与自知，把那些过犹不及的渴望轻松收服，不再是那种欲壑难填的状态。正如有人所言，节制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自由。当我们不再被无止境的欲求牵着鼻子走，沦为欲望的奴隶，才能看清真正让我们快乐与充实的是什么。或许你会发现，减少了过度的欲望之后，生活并没有变灰暗，反而变得更明亮了。少了那些喧嚣的声音，我们更能静下心来体会平凡日子的美好。与其终日幻想下一个刺激，不如好好享受当下的宁静。与其羡慕别人拥有的一切，不如珍惜眼前人事物。当我们学会控制欲望，而不是被欲望控制，就会释出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可以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追求梦想，提升自我，关爱他人，探索世界。试着闭上眼睛想象，未来清晨，你醒来时没有急着抓起手机，也没有焦躁地盘算下一件想买的东西。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来，你静静感受微风和鸟鸣，内心安稳而饱满。那是一种不被欲念牵引的自由状态，听上去是不是很令人向往？现实中，或许有一天我们的生活方式真的会有所转变，人们开始重新定义成功，不再以拥有多少来衡量，而是以内心的丰盈和平和为目标。我们的社会或许也会更加重视可持续的幸福，而非无止境的消费。那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答案值得我们一同期待。最后，将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深思：我们为什么会如此渴望？又该如何解开这些渴望的束缚？每个人的答案也许都不尽相同，但相信只要愿意思考这个问题，本身就是迈向成长的一大步。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在你心中播下一颗种子，在未来的日子里，当欲望再度敲门时，你会记得先停一停，想一想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然后露出一抹智慧的微笑，因为你知道自己的生活早已握在自己手中了。